大家好，我是大叔阿斗。小炒黄牛肉在家怎么做出饭店一样的味道？今天就跟您分享牛肉嫩滑的奥秘，保证您一学就会。家庭烹饪小炒黄牛肉最大的问题就是火力不足，导致烹饪时间变长，而牛肉变老，所以牛肉一定要做预处理。准备一块牛后腿肉，这块肉筋膜比较少，肉质也比较嫩。我今天准备了350克，上面的筋膜已经提前剔除了。切牛肉是有讲究的，首先要找到牛肉的纹路。我们厨师有句行话，横切牛，斜切猪，竖切鸡，指的就是根据不同肉类品种选择合适的刀法。鸡肉纤维最嫩，选择竖切的方法，炒的时候才不容易变散。猪肉纤维次之，采用斜切的方法，而牛肉纤维最老，采用横切的方法，否则就会咬不动，而且会塞牙。我们沿着牛肉的纹路横着下刀，刀和鸡肉纤维之间尽量形成90度的直角，这样每切一刀都会切断全部的鸡肉纤维。实际操作中，牛肉的纹路并不完全是直的，也不是那么清晰，所以大家要尽量找对纹路，并切得薄一点。切得越薄，鸡肉纤维就会越短，口感才会越嫩。大约1个硬币的厚度为最佳。全部切好后，我们把牛肉放入大碗里面，下面准备葱姜水，一个碗中加入5克拍碎的生姜，再加入一点葱段，再加入一勺清水，大约50克，用手抓捏一下，挤出里面的葱姜汁，浸泡10分钟后，过滤得到葱姜水，净含量为40克左右。姜汁中起到嫩化作用的是生姜蛋白酶，它能打断肌肉纤维的连接，从物理层面软化牛肉，而葱汁没有软化肉质的作用，主要作用是去腥。下一步，我们朝装牛肉的碗中加入一点盐，大约2克，加入一点胡椒粉，大约2克，加入1勺生抽，大约10克，加入1勺蚝油，大约12克，加入半个鸡蛋清。先用手把调味品抓拌均匀，直到把牛肉抓到表面微微发黏，这就是厨师行话中的起胶。为什么会起胶呢？因为有盐的存在，鸡肉中的一部分蛋白质会溶解到水中，把脂肪颗粒、未溶解的蛋白质颗粒以及空气颗粒包裹住，就有了粘连的效果，并增加了吸水性。再分3次加入全部的葱姜水，每加1次都朝一个方向旋转搅拌，让牛肉把葱姜水吸收，这样会强化起胶的效果，从而达到搅打上劲的目的。待会烹饪的时候就能够控制牛肉的出水量，即便多煮一会儿，胶质也会锁住一定的水分。旋转搅拌或者摔打牛肉能让牛肉的口感变好，也是基于这个原理。为了让炒出的牛肉更有牛肉味，所以腌牛肉的时候是不加生粉的。我们最后加入一点植物油，再一次转拌均匀。植物油会形成油膜，包裹住牛肉，避免牛肉出水，并能防止彼此之间发生粘连。但是因为不加生粉，家庭炉子火力小，必然会导致牛肉出水。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就是要将牛肉多腌制一会儿。这里建议您腌制40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间，让生姜蛋白酶有时间软化牛肉的肉质，这样牛肉既可以轻松咬动，还保留牛肉该有的口感。炒出水后开大火收一下汁，牛肉也不会变老。配料方面，准备一把洗净的香菜，切成小段，根茎部分相对烹饪时间要长一点，单独放在一个盘子里面，叶子部分则单独放在另外一个盘子里面。根据您吃辣程度，准备适量洗净的小米辣，用刀切掉蒂部后，改刀切成小圈，全部切好后放入个小碟子里面。再准备几个泡野山椒，也切成小圈，它能增加复合型的辣味，还特别的解腻。切好后和小米辣放在一起。最后准备剁细的姜末20克和剁细的蒜末20克，以及1勺胡乱的剁椒。起锅烧油，油热后先下入姜末和蒜末，爆炒出香味。等姜末和蒜末变成微微焦黄，就把剁椒、小米辣和泡野山椒也放进去，炒出香味。趁热把牛肉倒进去，和所有调味品一起翻炒，让牛肉吸收它们的味道。翻炒到牛肉完全变色，再把香菜梗也放进来，这时就可以调味了。您可以尝一下，看是否加盐，或者加一点味精。
我这里都没有加，只加了一点老抽上色。这时可以略微收一下汁，翻炒个10秒左右的时间，再把香菜叶子也倒进来，略微翻炒几下，炒至断生即可起锅装盘。这样炒出的牛肉嫩滑入味，还略微带有一点嚼劲，不腥不柴，香辣好吃，特别的下饭。略带一点汤汁，还可以拌米饭。最后是详细的配方表，方便您截图保存。我是大厨阿斗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更多的人。